大家好，很多经常看我短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种花，而且花种的挺好。其实种花呢，没有种花的烦恼。今天呢，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烦恼在哪哈。花开的时候总是很美丽，大家看到这些花开得多好看哈，都觉得哇，你的花养得这么好哈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刺梅，刺梅2年的时间就长了这么大。现在让我最烦恼的是什么呢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爬墙玫瑰现在长得多好，马上就要开花了，而且很多地方都长花苞了，像这个都是花苞，像这个新的红的头都是花苞。今年这棵玫瑰最起码是几百朵花是没有问题的，那边也是，那边一棵也是。看一下这棵玫瑰跟它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它今年不知道染了什么病。咱们如果看到我视频的朋友，你们如果懂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啊。同样的玫瑰花，人家长得那么好，它呢长出来的叶子就打卷，就跟烧焦了一样。然后我打了各种的药，包括它的根部我也都浇了药了，但是没什么效果，这个真的让人很烦。这棵玫瑰也长得特别漂亮啊，也开得很漂亮。再看一下我种的这个橙子，橙子也长得特别漂亮啊，马上就有的已经零零星星的我可以吃了。就是你不要去摘，着急的摘它，它会越长越大啊，就会越来越好吃。这些多肉植物呢，就是要晒，而且呢，水不能太多。水太多的话，多肉植物就会长得很难看，绿绿的，就不好看了。所以多肉植物要学会控水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。这个花的名字呢叫天竺葵，开花的时间特别的长。这个红色的花呢是长寿花，非常容易养。这个多肉的名字呢叫加州红，多肉植物也会开花，而且它开的花也非常的美丽。长寿花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春天正是它们开花的时候。这种花呢也不需要大盆，小盆就可以。花养的太多了，有的时候都想不起它们叫什么名字。这个呢是矮牵牛。闲来没事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在花园里逛。每天的早晨呢，都会到花园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每天这些花的变化。阳春3月，各种花争相的怒放。这个是铜钱草，养殖起来非常的容易。我就是把它泡在水里，也没有加土，偶尔给水里面加些营养，给它修剪就可以了。每天早晨起来呢，我第一件事呢就是直接跑到花园里去看看我的花，搞搞卫生。人呀，不管走到哪儿，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。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地享受着每一天的时光，没有必要去跟任何人去攀比，比来比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知足者常乐。我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。来美国这么多年了，做了这样那样的工作，如今对自己的生活也算是满意。1年又1年，日子过得非常的快，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。现在呢，接着带大家继续看我的小花园吧。每个人都喜欢春天，爱它的风和日丽，爱它的花红柳绿，爱它的雨润万物。人人都爱春天，爱它的鸟语花香，爱它的桃红遍野，爱它的高山显赫。人们都爱春天，爱它的万物复苏，爱它的勃勃生机，爱它的欣欣向荣。每天欣赏着自己种的这些花花草草，看着花开花落，看着它们每一季的变化，真的非常满足。俗话说，1年之计在于春。
人生是风雨中的小草，历经坎坎坷坷，磨练着个性。喜欢花草的朋友们，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留言，咱们一起交流一下如何把花草种得更好。喜欢养花呢，也要有耐心。养花呢，也不能没事就去给它浇水。太勤快的人呢，有时候反而把花养不好。很多时候我们把花养死了，其实是我们水浇多了，把它淹死了。像这些多肉植物呢，就是要放到这个太阳底下全日晒。夏天的时候，如果气温达到32度以上呢，这些多肉植物就要用遮阳网去遮一下了，不然呢，它就会被晒伤。而且夏天的时候还不能多浇水。多肉植物呢，春天和秋天可以多浇水，但是到了夏天呢，反而不能多浇水了。因为夏季呢，它属于睡眠阶段，它不怎么长。而且夏天呢，气温特别高，如果是水太多了，一晒的话就会把它晒化了。养多肉植物也很省心，最起码它不用天天的去浇水。春天的时候1个星期浇一次就可以了，夏天呢半个月浇一次，把它浇透。如果天天都去给多肉植物浇水的话，那它很快就会挂了的。我呢也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养好多肉植物。养花呢通常也都是见干见湿。打个比方说吧，我们人呢如果掉到水里，它会被淹死。但是呢，你渴它几天，它不会死。养护植物呢，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。干它几天，它没事儿，但是水大了，它就会被淹死。关于我的花花草草呢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，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感谢点赞关注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